大家好，我是怡言。在昨天我发布了那个影片之后，有看到17亿战力的玩家，不少国服的玩家都为他的战力感到惊叹。但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我发布在国际服呢，居然有观众问到中国伺服器的数据怎么样，而且看起来他是真的很想要知道。他之前原本是写英文的，但是我没有注意到他那个留言。后来在昨天的影片他又专门写了中文，还附上拼音给我就是因为看到他这么诚心呢，我就答应他去找国服的数据给他看。所以今天的影片是专门做国服的数据。如果你是国际服的玩家，你就可以看一下国服现在发展到怎么样了，相差我们2年的国服现在有比我们更强吗？那你是国服的玩家也不用担心，我也是会拿国际服的数据给你们看你们发展到怎么样了。一开始我们先讲一下王国吧，因为我之前看过评论区呢，有一些玩家说，哇，原来你们国际服的战力这么低而已，因为国服的战力似乎是很高。不过我看到评论区有人跑去骂他他就讲，哎呀，国际服人全部在那边压战力，你会像国服这样全部在爆饼啊，哎，你们不要吵架，冷静一点。不过也确实的，现在的仙服王国都想着办法要怎样把战力压下去，所以战力比较低是比较正常的。因为国服那边或许有一些玩家他们喜欢把战力升得特别高，所以数据稍微比较高是算正常的，因为毕竟才开第2年而已。这里我收到的数据是前30名的数据，因为要方便那个观众看这个列表，所以我就写英文上去。不过战力确实是很高，我们做一下对比吧，国服跟国际服。这里我拿了国服跟国际服的前10名来做比对，那可以明显看到国际服是平均值算下来比较偏低一点点了。所以那位观众讲的没有错，国际服是确实比较低战力。但是说到击杀的话就相差蛮远了，毕竟不管怎样讲的好，国际服都已经开了接近5年了，那国服才开2年多左右而已，击杀上面有差别是肯定的。像我前面所讲的，为什么那个玩家在评论区留言讲我们国际服战力比较低的时候会被骂，就是那些玩家就骂他说，国际服虽然是战力低，但是击杀很高。那打跟不打的问题呢，我觉得不太好批评啊，因为我本人不在国服玩，国服打的环境不一样，不像国际服，我见你不爽，我想要打你就打了据我了解，国服有很多绑定关系啊，有可能这个伺服器跟那个伺服器是朋友关系，他们永远都不会打架。可是在国际服是没有永远的好朋友，有可能现在1254跟960是朋友，下一次960跟254打起来我们也不知道的。这个或许就是国际服好玩的地方吧，没有绑定关系，我们要打就打，所以战争比较多，自然而然击杀也是会比较高。而且国际服没有深夜模式，我们是从头打到尾从早打到晚，所以击杀高是很正常啊。就比方说960嘛，就是从早打到晚都没有休息，就算你休息也要去找代打来帮你打。虽然玩起来是真的很累，但是玩也是真的好玩。接着下来应该是最多玩家想要知道的数据，玩家的战力排行榜。那可以看到小 A 小罗萨呢，他的战力是最高的。那这个玩家是谁呢？就是在 K1 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已经爆到10亿战力的玩家。不过我听说他在 K1 之后好像是弃坑了，所以他的击杀才这么少。而且像他这么高的战力要去清零他也不容易清零，所以到至今为止他的战力才掉那么一点点。我去问过了国服的朋友，他说这个账号是有拿来填兵用的，但实际上有没有拿来打架我个人就不清楚。这里数据看下来，9亿的有2个，8亿的有3个，7亿战力的有5个，6亿战力的有6个。不过这里数据其中一个玩家一刀砍一夫呢，我是找不到他账号，我不确定他是不是改名字了。可是在万国小助手看到排行榜上面还是有他的名字，所以我就根据那个排行榜写下去了。这里有几个玩家是在国际服比较出名的，那么除了第一位在 KVK1 就已经爆到10亿的玩家之外，第二个出名的我觉得是猫宝。猫宝事件你们应该也清楚，就是忽悠事件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忽悠事件呢？就是因为猫宝了。但是你们看猫宝的历史最高战力，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要写出来的关系。其实在国服有很多玩家都是已经上过10亿了，都是因为打仗然后又掉下来然后就没有了。像猫宝我觉得他很早之前就可以上10亿了，就是因为官方的忽悠事件，他的城市被集结，导致他的战报出来是亏很多的，跟官方理论，官方又不承认是他们的问题。我个人是没有联络到猫宝，不知道后面的事情有没有去处理，官方有没有退还兵力给他。不过在当时他接集结是已经有8亿战力了，反兵的话至少都有6亿左右吧。接着在国际服比较出名的算是谢谢的随风吧因为随风大哥在国际服也是买了一个账号，并且最近他也是去玩万龙觉醒了，他在32服战力是蛮高的。不过在这里跟国际服的玩家讲一下，你们或许不知道随风大哥在上一季 KVK 呢，哇，这个真的是吓死我。这是随风大哥在上一季 KVK 死掉的兵力，你们自己算一下有多少你们能理解吗？一个玩家他从8亿打到剩下2亿
我都不知道他怎样打的，有本事从8亿打到剩下2亿。这个是他那时候 KVK 每天掉战力的记录，不是开玩笑，是真的每天在掉。3月20号的时候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突然一夜之间掉了3亿战力。太狂了，太狂了！之前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讲他打是往死里打，我以为他开玩笑而已，没有想到他讲是真的，从8亿打到2亿，掉了整整6亿战力。看回来他现在的数据呢又恢复成 7.2 亿了，看来他除了返兵之外还有报一些兵力上去。可是我现在做这个数据的时候，他们是已经开始打 KVK 了，有可能之前更高也说不定，但实际上有多少我就不清楚，我没有时常关注国服的状态。至于其他的国际服玩家应该都是不太熟吧，我也是不熟，但是我时常看到有人提到北风风，只是提到而已啦，实际上我也是不认识他。那现在我们拿国际服来做对比，上面是国际服，下面是国服，可以明显看到国际服比较多10亿战力的玩家，原本10亿战力有8个才对了，但是因为有2个掉了战力变成8亿了，所以现在只剩下6个而已。那我们直接看黄色的平均值，可以看到国际服战力跟击杀都是比较高的。可是严格说起来，因为国际服已经开了5年，国服只有开2年多而已，这样子比较起来，我觉得国服如果再多几年的时间，它是肯定可以超越国际服的。而且我之前都讲过嘛，国服那边只是开了1年时间，他们就已经出了10亿战力的玩家，国际服要花了2年时间才出现88这个10亿战力的玩家，所以严格来说，国服的氪金量确实是比国际服还要更高的，并且你们看这里的击杀平均值算下来呢，国服那边其实不会差特别远，事实证明国服其实并不差。最后重头戏来了，嘿嘿嘿嘿，全服击杀最高的玩家排行榜。先看国服的代表64服的清溪山水狼，战力有 3.4 亿，击杀有339亿。国际服最高击杀来自1960的阿玛阿 Z， 战力有 2.9 亿，击杀有440亿。我认为如果再给清溪山水狼多一点时间呢，他可能超越阿 Z 也说不定。因为阿 Z 也是蛮老的玩家，他这个击杀是长期累积下来的，所以时间上面有优势。至于第2名的是随风大哥，这个我不感到意外啊，他都可以在一个赛季从8亿打到剩下2亿。如果击杀还这么一点点的话，这样就说不过去了。可是对比到国际服的第2名 Arvix 呢，他这个账号原本就是亚老的，亚老也是曾经从8亿打到剩下2亿。所以也不能小看国际服的玩家，他这个账号也是玩得很狂了，只能庆幸亚老这个账号没有被废掉。Arvix 还是很好的玩家，他有尽力去打架，没有浪费亚老花了这么多钱去培养他的账号，弄了这么多的装备。那么在国服我认识的玩家有几个，阿瑞斯我有听过名字啦，就是之前随风大哥有提过的，还有小28谢谢我是知道的，剩下的玩家我就不太熟了。像国服玩家也是一样啊，他们认识国际服的可能就只有 RZ、Arvix、包哥还有爸还有 Luna 因为之前 Luna 有收费找代打的事情，我相信国服的玩家应该都认识他了。平均值算下来，国服的战力是比较高，但是击杀偏低。不过还是那句，这样不代表国服的玩家很烂。不管怎样讲都好，国服跟国际服还是有时差关系，反而国际服的数据比国服还要更烂的话，才是真的丢脸。那么今天的影片呢，我也不是要特意要去吵架，找国服跟国际服的数据对比哪一个比较烂。像我一开始所讲的，有玩家是确实会好奇国服跟国际服现在发展到怎样了。尽管这2个伺服器是不互通的，不过大家都是会感到好奇的嘛。刚好我也是有接触国服跟国际服的主播之一，我觉得用这个方式让2个伺服器互相交流是好事情啊。像很多国服玩家都会去关注960的 KVK 打到怎样啊，韩国人有没有被打死。那么各位觉得这个影片做到怎样呢？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是花了很长时间去收集资料。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期再见。